如果你今天遇到对方选了令月，然后又选了一只书戈泽尔，一进去的时候名字 VN 开头的，建议你重开。Hello， 各位欢迎收看本期影片。今天呢，叔叔要教你的是，没有错，就是中路到底该怎么来去做所谓的营运，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非常的重要。那前面呢，就是大家就是非常的热情，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怎么说，这一局干净的这一局蛮干净的。那但是呢，队友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开图的能不能请官方关注一下？我也想问呢。真的，他现在讲的东西是真的，好几个大开都没被锁，就是在公安局的大开的都没有被锁这个是真的。那你要就是有反应呢，但是问题就是每一次那个名单出来的时候，就是那几个就是没有被锁住嘛。OK， 那我们回到原点，就是现在呢，你到底该怎么样来去玩中路？那这个东西，首先我先说，首先建立在这是干净局，因为呢，如果不是干净局的话，对面如果是有开图的，那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用，因为他完全知道你在哪里。懂吗？那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期影片是教各位，如果你今天遇到有开图的就是它是亮的，那你要怎么样来去打它？还有你有一些东西你要抛弃旧有的观念来去跟它做，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做，你做了没有意义。比如说蹲草这种东西，就会如果你打亮的就会没有意义。那这场呢，应该是干净局啦，应该是干净局。但是对面呢选出了一个非常恶心的阵容，曾经在职业场上做过的一个阵容，没有错，就是麦克斯配赞尼尔。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麦克斯配赞尼尔？很久以前，不是很久以前，没多久以前呢，1-2年前吧，职业赛曾经出过这个阵容。这个阵容就是冲进去，麦克斯冲进去，赞尼尔飞他。那个人基本上死定了，被飞的人基本上死定了。那首先呢，各位要记得，在4等前他们是很弱的，所以我们要在4等前做一些能让他们不舒服的东西。废话不多说，马上来到今天的实战环节。来，各位，首先呢，1等的时候直接跟队友比个赞这个就是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再来就是呢，抢线，我们要抢线球。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的是，在中央对决里面呢，兵线是中路线先到，所以呢，你中路线权你能够先掌握住的话，这个人很牛 ，OK。你能够先掌握住的话，你就可以来去跟对方做什么？第一个，我消耗能力会变得比较强，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可以先跑线。你看我们刚刚这样子做之后，对方中路跟辅助血很惨，那我就跟我的队友来去先来做什么？跑线的动作。就算我们队友是一个起罗我们也可以来去入侵对方的野区，但是你要记得。入侵完之后赶快绕干，你不要留在原地跟人家打，因为这个时候对方的血线就会补回来了。所以呢，切记，今天你要在前期做路野的时候，不要入太深你可以从蛮多自己打的一些，比如说你自己看自己的 RP， 你就会了解到说有时候我就是这个地方。我入成功了，第一波我入成功了，第二波哇靠爆掉。那这里呢，我刚刚已经在中左的时候看到有人走上去嘛，所以我就是直接亮个灯号，告诉我们家的叔说，你准备要死了，请你推到底但是他没有躲，那这个就是一定会被强制塔杀。那我们就不用回中路了，因为中路现在呢，队友在帮我补。所以我们就留在上路来去帮他做清线的动作。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多多少少会发生一点小意外啦，这个没有办法。那这里就很明显了，第一个，我们的魔龙掉定了，对吧？我们魔龙掉定了，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做争抢的动作所以切记这里你不要去做3人去撞敌方魔龙的动作你能够做的就是可能 maybe 对对方的那个蓝区，像我们队友这时候也很聪明，他们在路蓝，那我就是多少给一点要怎么讲？
多少给一点压力，换一下对方的血线啊。虽然没有换很多，因为刚刚叔叔控招控太多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假装没看见，好不好？这时候就赶快回中路，一样，中路线权赶快抢一抢。但是我发现，靠北那麦克斯真的是玩的有颗恶心的。其实我讲真的，这麦克斯玩的真的是蛮酷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边一样，还去做夹击的动作，然后看一下熊猫。我们不急着放2技能哦，我们就是慢慢等它，就等它位移交完之后，我们再放2技能。然后这里拉扯一下，因为对方那一只赞尼尔很明显就是想要做什么反打的意思。可是呢，我这里觉得可以做反包哦，因为你就看队友的位置哦，这里反包成功，然后我们一路往后走，因为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们中路刚刚是龙马在的。所以龙马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往龙马那个地方来去做什么？来去做逃生的动作，对，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看着你的地图，所以地图观很重要。虽然对于那些开图的不重要，对那些开图的假设叔叔的这个地图观假设是80分好了，那他们的地图观呢就是80万分。看他们都亮着是要玩个屁啊，对啊，就是但我不是说这场哦，这场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干净局应该然后一样，我们是不停的抢中路，然后不停的怎么样保线，对，这就是你前期中路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虽然你可能不会到很穷不会到很有钱，但是没有办法，中路就是长这样你就拍名嘛那没法度那我们这边呢准备来去做什么强制塔杀大绝开起来，结果其实我有点小失误了其实这个就是技能2技能带到开了，那我们一样就赶快回中路线拿一拿，等一下呢一样继续转线，不然你就记得抢中线。然后转线，抢中线转线，永远不要待在中路。就是抢完兵线之后，你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然后去可能吃队友的野怪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你1等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啦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打的怎么讲，我比较喜欢打主动一点。我比较不喜欢打这么的被动，因为你打这么的被动，其实就是相对的，你就是一直防守，然后就慢慢的慢性死亡。你要多多少少给对方压力。你就像你今天跟你男朋友，你今天想要一个什么蛙哥，要给他压力，要明确的让他知道慢慢的施压，他就会最后拜倒在你的裙子底下，就是这么简单。又学到一招，各位。然后一样，我们清完兵线就是跑线。那我绝对不会让这只凡恩让它舒服，因为凡恩如果前期关起来就很烦。OK， 那我们一样就是消耗它，换它显现。因为换它显现的话，它基本上它就没有，除非它今天旁边有一个海伦啊，那你换它显现。在前期的时候，如果换它显现，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它今天没有那种可以回补的辅助，有没有？你就是技能就砸他脸上。除非你今天确定能够直接秒杀他比如说你就直接顺2大绝1技能直接秒杀他，然后配合队友这样瞬间灌输出。但是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一样1技能慢慢消耗就好。然后像我们现在发现，有机会，它可以这一只麦克斯可以直接被做集火，我们就直接瞬移2技能这个就是克里希的基本单操，然后你一定要会的。你那个玩克里希，如果你不会这样子做的话，不知道带几种吗？不建议啦，好不好？你这个东西迟早还是要用到，所以你就是一样乖乖的带瞬移乖乖的带瞬移。那一样我们就是抢中线，然后你要记得打敌方英雄的时候，你就是在他出招的那一瞬间来去跟他对崩放他招。所以刚刚音乐就吓到，我靠！所以你其他地方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走位走位。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对方在放技能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个什么前摇，对，他会停下来，你懂吗？所以呢，他就会很容易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比如说令月插个2技能，他可能会停顿个0.1、0.2秒之类的。这个时候就是你来去做走位，压迫他的跟他的距离的时候。就是安呢所以你要了解这种东西，不是说招式就是一直乱丢，没有，你要也不是叫扣招，就是你能够在会战当中采取到一个今天敌方的空档，你再出手
的那种感觉，像在打拳击，没有错。然后我们这边一样，又抢完中线了。然后我就盯着那一只令月就好了，因为那只令月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现在大团来说是有威胁的。OK， 然后对方这个麦克斯冲出来，我们不急着放2技能，因为麦克斯有位移，你打位移的英雄的时候，他一旦算说你这个时候如果放我这边，我就直接2技，他可能就直接划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预判他的心理，我们不急着。麦克斯有2段2技能，他会滑来滑去。就是按那个，那我们这边呢就不开战了，不开战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再打下去的话，我们会死。但是熊猫目前状态偏好，那是熊猫满血满状态，什么都有，我们就不急着跟他们打了。那但是因为刚中线推进去，所以我们就来顺势的来去收什么魔龙路。反正记得前期的雪球只要一滚动起来，你队友又是了解说，这整个游戏应该怎么做的。正常来说，应该都会知道怎么做啦。那你就是顺势着一起跟他们来去做什么物件的争夺，或是呢转线之类的。那如果今天你是单排的话，像我现在也是单排我现在也是单排，只是因为要怎么说，叔叔现在的遇到的队友基本上，除非下抓，不然基本上都是了解游戏应该怎么玩的，所以你不会遇到那种太夸张，就是比如说他完全不跟什么挖沟的，有时候还是遇到了，但是就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东西，你就是把它做好。你自己身为一个中路位，你应该要做的东西，你就把它做好。那就算输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你了解说我今天我这一路我打的是对的我打的是好的，你自己在看 replay 的时候你就了解，因为对我来说，你今天输了赢了。我完全不知道你内容到底在玩什么，但是你赢了，那你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赢。但是你要了解到，就是你今天赢了是有一个原因在的，是有一个原因在。那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就会进步，你就很容易就是会知道说，我下次什么地方可以来去做修改之类。然后这边就是麦克斯加上在你的超级恶心，但是不好意思，就是预判，然后再一个1技能，赶快绕干。因为那只熊猫有点强，好不好？那只熊猫有点强，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令月它的成长幅度，令月成长幅度真的很恶心，它也没有收到什么头它也没有收到，它113而已。但问题就是它一个叉2技能还不是满叉，它刚满叉的话，它如果刚是4个丢过来的话，我死了。但是它刚就是一个2技能这样，普通的2技能这样插过来，我血线直接掉一大个，这个就是令月现在恶心的地方。对，那如果你今天遇到有没有对方选了令月，然后又选了一只苏，然后可能又选了一只辅助哥德之类的，建议你重开，不是，很有可能。然后对方一进去的时候，名字 VN 开头的，然后或是什么，反正大家高端的都知道啊，就是有几个是。就大开的，干完全没有在管的，你知道吗？随便举个例子，什么郑先生，对不对 ？M 开头的，然后 VN 那一些更不用讲，对不对？以及一大堆啦，公尾刷啦，然后什么台大什么哥小的一大堆啦，对啦懂得懂懂得懂。对了，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就是现在呢，我的克里希，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不知道我就每一个。赛季有时候就是会想一下自己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我现在蛮喜欢做开战的，就是因为反正中路也没什么钱那你能够做开战的话，我就做开战，所以我就带了魔法密语。对，你刚刚从前面应该有感觉到吧？就是我的瞬移，对吧？你看我现在有瞬移 ，CD 是很短的，只有100秒。那正常的话是120秒，所以就是对，很明显的，我带了魔法密语，然后这里我被他的叉吓了一大跳，看，太扯了吧！那角色做坏了，你知道吗？那个令月伤害做坏了，擦一下头壳爆掉，擦一下头壳爆掉。然后这里呢，这个麦克斯想要跟我说，一起交个朋友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跟他说，满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先跟各位说，就是真的没办法，因为。你就想每一个人遇到我的人，如果他都想要加好友的话，哇靠，那真的。然后首先第一个是真的满了，你们自己可以去按一下，就是不进去，就是你可以对方什么什么朋友最大值一拿最大值，那没有办法，因为我
基本上就是那个有限制嘛，游戏那个有限制，我不可能说我把我的朋友给删掉，就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嘛，对不对？那今天是真的没空位了，就只能跟他说，就是对 ，sorry， 满了，马老师，兄弟，不是针对你，只是真的满，对 ，OK， 反正呢。这一场就是由前面的营运一路这样子慢慢争夺物件，然后记得从1档开始，就要知道游戏到底该怎么打。兄弟们，今天记得按订阅，我们下期见，拜拜。